各位亲戚朋友，各位嘉宾，很感谢你们今天莅临我跟赵棠结婚30周年的宴会。2个人同甘共苦30年，的确不容易。多亏赵棠很爱惜这个家，他不只是一个好丈夫，还是一个好父亲。我跟赵棠都不年轻，应该是交棒的时候了。所以趁今天这么多亲戚朋友在场，对后生小辈要多加提携指点。尤其是尔泰，他是我们高家长子，早晚会接手启丰的生意，我们更加要鞭策他成才，那赵棠才能够真正的退下来享福嘛。汤哥，尔泰那么能干，你就放心把江山交给他吧。堂哥，你就尔泰一个儿子，启丰自然由他接棒了。你跟国兴去游山玩水，不用担心生意了。各位，尔泰接手启丰之后，你们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支持他呢？是。尔泰做的不好，或者做错了什么，你们会不会替我教好他呢？会。各位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我很感恩，很感动，因为我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，还有一个很信任我的爸爸。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有这么多位长辈做我的靠山，我答应大家，以后我一定会搞好启丰，做好启丰。赵棠，你也上来说几句吧。是啊，赵棠，上去说几句吧。这边请。我回来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跟我来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怎么爸爸看见他这么开心呢？各位，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，我真的很想谢谢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跟我同甘共苦了30年的老婆国兴啊！要不是有你，我不会有这么幸福的家庭；要不是你，启丰不会有今天。男人就是这样，明知道老婆好，还是会多心。20多年前，我在外头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，国兴知道了，并没有怪我，还说很可怜这个孩子，不想他在外头流浪。他竭尽心力，想帮我找到儿子。可惜消息传来，说他已经死了。国兴啊，原来天没那么残忍，他不想让我们遗憾，所以送了件礼物给我们。我正式给大家介绍，佑轩是我的次子。我终于能够找到自己的儿子了。爸，你别这么容易被人骗，你以前就被小老千骗过，他也可能是老千，他想谋夺你的财产。怎么突然间多了个哥哥？你刚才明明说二哥已经死了，现在又说他活着，你查清楚没有？用不着再查了，他的确是我高兆堂的儿子。他怕你们不开心，所以一直不肯答应回来，是我逼他，他今天才肯回来。老爷，孩子们是担心你才会这么说的，你别怪他们。尔泰、尔乔、尔雅，你们看看佑轩，跟你爸一个模子刻出来，仔细看，跟你们也有几分像。各位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，我很喜欢我这份工作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这个家，也没有想过要争任何东西。今天我本来打算离开广州，以后都不会再回来。但是我仔细想想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爸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扔下他，让他失望。所以我决定留在他身边，陪伴着他。国兴呐，这些年来一直很想帮我找到儿子，想我们阖家团圆，现在终于天从人愿了，你一定替我高兴吧？当然高兴了，阖家团圆这4个字千金难求嘛。
你跟你爸这么多年没见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今天就留在这儿，别走了，这是你的家嘛。妈。 麻烦你。高家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高尔泰会跑出来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人家发生事情，你还在这里笑？你不是恨姓高的人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关心他们？我不是关心姓高的人，我只关心我一个朋友。那你这个朋友，对你应该也很重要。一个女人，这么晚了还要在这儿等。有很多人对我都很重要，不像你这样。 只会利用别人，只觉得自己重要。高兆堂突然宣布要认回私生子，相信他就是你那个朋友。现在发脾气走的是高家大少爷，不是你的朋友，那你可以放心了。人家父子团聚，今晚有得聊了。你等到天亮，他也不会出来。回去吧。我真不明白。 为什么每次高家发生什么事，都好像跟你有关系？还没睡啊？不累吗？哼，刚刚才跟小黄聊完，原来是非呀真的有搅的。我们这儿一散席，报馆那边就收到消息了。 明天全广州啊都知道老爷找到儿子了，是事实，不怕人说，不怕人知道。只怕他们不是说事实，什么野种前野种后，不知道多难听。我知道他们最想的就是看见我们的家搞得四分五裂，这样才有的写嘛。不过老爷你放心，我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佑轩不是什么野种，是老爷的亲生儿子。老爷为人公道，懂得怎么做。这个你大可放心。 我永远都记得，我有4个孩子，长子是你为我生的。稍后我会找律师搞清楚我的遗嘱，尔泰跟佑轩会平分我的财产，尔乔和尔雅都有份嫁妆，你满意了吗？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明天我们去找律师。好，进来。老爷太太。 警察局打电话来说，大少爷在外面跟人打架，现在进了医院呢。这个混账，我懒得理他。始终是自己生的，难教也要教啊。哼。医生，护士，你们死到哪儿去啊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 我是启丰号唯一的大少爷。妈，你干嘛打我？为什么偏偏在今天闹事？你少爽一次祸，暂停1晚不行吗？这口气再难咽也要咽下去。这下好了，你总在家里向你爸下药，来个父慈子孝。你呢，这种闹事丢你爸的脸，你说该不该打？其实我那个所谓二哥，只是个小医生而已，根本不懂得做生意。爸爸早晚会把启丰交给大哥的。 是啊，妈咪，大哥没什么事了，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。是啊，婆婆，等尔泰出院，向公公侦查认错就没事了。全都给我闭嘴！我们家就快被人毁了，
你真相信你爸最近才跟野种相认吗？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你爸越来越不信任你，全部都是野种搞出来的。爸真是老糊涂，我才是长子，启峰应该交给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全都听我说。我不管你们是真心也好，演戏也好，就算再不情愿，也要展示出你们三兄妹一条心，没人能拆散你们。你爸答应我会立一份遗嘱，把他所有财产平分给你们跟那个野种。如果你们再不打起12分精神，再闹事惹你爸生气，我怕你们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了。高照堂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叶会第2天叫医生儿子辞职，到启丰做副董事长。副董事长就是跟高尔泰平起平坐。高尔泰气得跟人打架，进了医院。高照堂没去看过那小子，这口气董国兴怎么咽得下？第2天就拉着高照堂去找律师，肯定是去办理财产的怎么分配。他们夫妻现在应该各怀鬼胎。董国兴当然是想帮自己儿子霸占一份，高照堂最想的是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医生儿子。你们俩聊完没有？可以吃饭了。哇，石叔的砂锅饭太棒了！好，3碗。石叔，我要8碗就行了。你每次回南京的时候都说要吃我煮的辣味砂锅饭呢，为什么这几天都不碰？哎，石叔，南京没有人煮酱油餐给他吃吗？人家刚刚才吃完大餐呢，哪有位子装得下你的辣味砂锅饭呢？我看待会儿你煮山楂麦芽给他消脂还差不多。再煮了，哎，他这几天都说肚子很饱。哎呦，我去看火。哎，为什么石叔还在这儿？我不是叫你送他回南京吗？石叔说他想多见你几天嘛。最多3天，3天之后我不要再看见石叔和砂锅饭。哦。